小闺女！爹，他死了吗？死透了！爹，你快把它扔了吧！这玩意儿看着邪性，死了都能蹦起来咬人一口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大丫，去烧个水，咱们今天吃肉。我可不敢吃，这玩意儿看着邪乎，咱还是别吃了吧。怕什么呀？你去把你二婆婆叫过来，咱们今天一起开荤。这哪来的长虫肉啊？二婆婆，这是刚爬进咱家来的，可吓人了。这畜生跑到家里面吓着我女儿了，我就把它剥皮抽筋。糊涂！二婆婆，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，爬进家的蛇打生不打死，送出家门口。你们坏了老祖宗的规矩，要遭报应的。哎呀，这种新鲜的蛇肉多透亮啊！这好东西，城里人花钱都吃不着呢。爹，二婆婆上午还说了，这爬进家的蛇不能杀，杀了不吉利，咱们还是把它埋了吧。嘿，我说你一年轻人，怎么比村里的老头还讲迷信呢？行了，你赶紧把水烧好，别耽误了吃饭。造孽呀！打死家蛇，真是要闯大祸了。蛇回来，要打它，要遭殃了。出去！香，吃，特别香。别听你二婆婆瞎说，她呀老了，什么都怕。爹，这肉还挺香哎，跟烧鸡一个味儿呢。那当然了，这煮过的蛇肉啊，是又香又甜，包给你吃了还想吃啊！爹，你看那是谁？嘿，哎，爹，你抓它干啥呀？这蛇看着邪乎，赶紧把它拿出去给放了吧。哎，你看这蛇比那锅里那条要粗一圈吧？这皮亮的招见人呢。这要把它剥下来，拿到镇里的收购站，一定能卖上好价钱。爹，这蛇看着还怪可怜的，要不咱别卖了，把它放了吧。闺女啊，不是爹狠心啊，你这大学学费还差1节呢，不拿这蛇皮凑，难道你不读书了？爹，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这蛇我留着剥皮啊。爹，以后我赚钱了，你别干这个了。屋里有人吗？贫道云游路过。哦，姑娘，叨扰了。赶路走得口干舌燥的，是否行个方便？给杯水喝。哦，那你进来吧，我给你倒水。哎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吃护家的灵蛇！你惹祸上身了！是仙姑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老实跟我说，最近家里是不是陆续来了2条蛇？哦，是，这有1条都煮了，就在碗里。你真是糊涂呀！一条是母蛇，一条是它的伴公蛇，它们现在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是。哎。这哪儿来的野婆子，跑到我家院子来瞎逼逼了？爹，是仙姑说咱们抓的公蛇是灵物。哼！这位施主，你抓走了1条公蛇，又打死了1条母蛇，他们可是守护你家宅的灵蛇夫妻，你闯下了大祸。胡说八道！什么灵蛇不灵蛇的，它就是2条长虫。你再瞎说的话，小心我把你扔出去！你执迷不悟。那2条蛇是顾你家平安的，你打死了1条还不够，你要赶尽杀绝！你再不放生，祸将殃及到你的女儿和你的子孙后代！你滚蛋吧你！你这个老钱婆，你敢跑到我家来招摇撞骗来了啊！你再不滚的话，小心我棍子伺候你！滚开！滚出去！爹，你
你会遭到报应的。仙姑，对不住啊，我爹他平时不这样的。这位姑娘，蛇窝里面还有一窝小蛇，在等着公蛇和母蛇回家。你现在放生还来得及，别让蛇灵震怒了。姑娘，我看你心地善良，不想让你遭此横祸。这个你拿着。是。布包里面是一把开了光的剪刀，关键的时候可以保你一条命。你记住了，你要是再不放生，报应啊就会找上门。这仙姑看着慈眉善目的，应该不会骗我。要不我偷偷把公蛇放了。奇怪，我怎么听到了哭声？是这条蛇在哭吗？它是不是想让我放它出来？大牙，你干什么呢？爹，这蛇也太可怜了，你还是把它放了吧。不行，我已经跟镇上的老板打过电话了，他愿意买下这条蛇，这蛇啊不能放。爹，神姑，你跑到我家来干什么？你打死蛇母，抓了蛇公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你这个傻姑懂什么？去，回家去。蛇群马上就要来报复了，你小心，小心！爹，你还是听我的，把这事放了吧。哼，怕什么呀？我老张头天不怕地不怕，他那蛇要敢来啊，我来一个捉一个，报应不报应的。你爹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这肉啊，哼，香得很呢。爹，你咋了，爹？爹，你咋了，爹？慌什么呀？不就噎着了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洗准备睡觉吧。别让蛇灵震怒了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爹，俺想去尿尿，你陪俺去，俺害怕。哎呀，这么大人了，自己去。蛇，有蛇！啊，咋了？哎，这哪有蛇呀？净自己吓唬自己。在那儿啊！哎，还真有蛇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爹！现在放生还来得及，别让蛇灵震怒了。小畜生，剁了你，看你还怎么作妖！爹，那蛇不能杀！哎呀，你咋就不听了？爹，你怎么把蛇公也杀了呀？你知不知道杀了灵蛇会遭报应的？读书都傻了吧？什么灵蛇？我弄死他，这蛇皮给你换学费，那蛇胆泡酒，这蛇肉啊，还能炖一锅好菜，哼，有什么错呀？爹，你看，我长鳞片了，我是不是要变成蛇了？别胡说，这是过敏了吧？哎，丫头，你最近是不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啊？这是我在床上发现的。看来这蛇进了你的房间呢，接触过你的皮肤，所以你才过敏的。这该死的畜生！哼！没腿的畜生，有种朝我来！别吓我女儿！有本事冲我来！别吓我女儿！哎呀，老张头，你嚷嚷啥？村里都传遍了，说你杀死了户家的蛇公蛇母，你这下要遭大难了！一群没脑子的长虫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小心蛇群报复你！我老张头活了几十岁了，我怕过谁呀？我现在就上山去，再抓几个泡酒。
你放下！你别去，你别去啊！哎呀，造孽呀！这要出大事，哎呀，这咋办啊？爹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我总感觉是有双眼睛看着我，后背发凉。别自己吓唬自己了，这里是不是个蛇洞啊？还真是，你看那儿有一个。看来咱们村呢都成蛇窝了，这10几年不打蛇呀，都成灾了。爹，你看那是啥呀？怪不得咱们村蛇多呢，原来这里有个蛇王窝呀！爹，你看这么大的蛋，这是蛇蛋吗？对，这就是蛇蛋。爹活了几十年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蛇蛋呢。看来这里啊，一定有一条巨蛇。走。哎，爹，你拿着蛋干啥呀？蛇群来骚扰你，我就把它的蛋拿走。它要是再敢来惹事，我就把蛋砸了。爹。阿弥陀佛，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，阿弥陀佛，祖先保佑。二婆婆，二婆婆，哎呦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！啊，过来，过来！我听说你们抓蛇去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等等，你手里捧着的是什么？捧着什么？二婆婆，那是我爹在蛇王墓找的蛇蛋，你看，可大了。哎呦，你造孽呀！你抓了蛇公、蛇母还不够，现在连蛇崽子都不放过。这么大一颗蛋，肯定还会有一条巨蛇等着呢。怕什么？咱们有这蛇蛋在手里面，那些长虫才也不会轻举妄动呢。这可是咱们的护身符。你们身上这是什么气味啊？啥味儿啊？我怎么没闻见啊？哎呀，坏了坏了！这是蛇给仇家做标记的气味啊！今晚这个蛇蛋不还回去，非得有蛇群找上门不可呢！标记？我老张捉蛇一把好手，我还怕那些长虫标记啊？哎呀，你这头倔驴呀！蛇的嗅觉最灵敏了，你们现在身上的气味可重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出不了事的。大家回去睡觉。爹，你忘了吗？当年老王头就是这么惨死的。爹，你咋就不听劝呢？造孽，造孽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今晚要倒大霉了！倒大霉！毒性越大的蛇，泡酒越补。哎，它怎么断了？难道仙姑说的大劫就是这个？闺女，怎么了？出啥事了？你这孩子，吓死人了！爹，我刚看到这儿有条蛇，它就在那儿。哪有蛇呀？这腥臭确实是蛇的口水，那东西来过。不好了，蛇爬上床，跟大丫并排躺着，是想看看能不能一口把它给吃了。啊，这就爹，咱家的鸡是不是洒了？看来啊，这是让蛇给咬死的。爹，它
还是热的，刚死不久。哼，没脚的长虫，还真以为我老张头好欺负呢。今天我非把他们的老窝端了不可。哎，爹，你还是别去了吧。你放心，爹没事的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造孽呀！这是灵蛇带巨蛇来讨命啊！哼！我有雄黄粉，这雄黄粉啊是蛇的克星，我在这院子撒一遍啊，就算是成了精的巨蛇，它也不敢往前凑。爹，这么点雄黄粉，那么大的巨蛇，管用吗？咋不怕呢？这雄黄是蛇的克星，再大的长虫啊，闻到这味儿啊，就浑身难受，躲都躲不及呢。你们俩都躲到我身后来。我早就说了，这家蛇呀，是护宅的灵物，碰不得，杀不得呀！你偏又不听。婶子，这火都烧眉毛了，蛇说不定还在外面呢。哎呀，等躲过去再说吧。小声，你别这么大声的嚷嚷，你是想把蛇再引过来吗？二婆婆，我听着村里的老人说，蛇是没有耳朵的，只能靠身体感知震动，所以咱们只要站着不动，别发出声音，那个巨蛇就发现不了咱们。行，听大丫的啊。爹，你说那群蛇为什么偏偏来咱们家呀？是不是咱们真的要遭报应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什么报应不报应的？这只是巧合。可是咱们确实杀死了家蛇，还偷了蛇王墓的蛇蛋。爹，咱们还是把蛇王墓的蛇蛋给还回去吧。你倒是应一声啊！哎呀，婶子，说不定现在蛇还在外面呢，等想办法躲过这一劫，我再送回去吧。蛇灵啊，最记仇了，性子又烈，这躲不躲得过今晚，还真不好说呢。这躲不躲得过今晚，还真不好说呢。婶子，左右今晚啊，你可能回不去了，干脆你到大丫房间里面去歇着吧，这里我守着。别呀，爹，我陪你一块守着。你这丫头片子管什么用啊？你带婶子到里面去躲着吧，啊，这里我来管。造孽呀！不该打死家蛇，不该捡蛇蛋啊！说你又不听，唉。外面的东西真的是巨蛇吗？它会不会闯进来啊？这是蛇王墓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爹，你在哪儿？小偷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说我？我不是小偷。偷走别人的孩子还不算偷，快还回来！不要再伤害生灵，不然报应不会停。你到底是谁？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就等着承受更严厉的报应吧！你们一家甚至整个村一个也跑不了。二婆婆，天亮了。总算熬到天亮了，不知道那蛇走了没有？我去看看。爹，你醒醒啊！天亮了。啊，走了，真走了。
嘿嘿，那雄黄粉管用哈。爹，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别胡说，那都是巧合。哼，别打了这么多年的蛇，啥怪事没见过？可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怪梦，梦里的人叫我小偷。那梦里的人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，要是不把东西还回去，报应就不会停。越说越离谱了。行了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哦。哎，爹，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天亮了就把蛇蛋还回去吗？那现在，爹，你去哪儿啊，爹？算了，爹不肯去，我自己去，要不然报应来了就真的完了。爹抓了这么多蛇，难怪蛇灵会报复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蛇蛋还回去。蛇皮和蛇蛋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到底发生了啥呀？爹，你去哪儿了？还有，那蛇皮和蛇蛋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我没去哪儿，我只是到村里转了转。爹，你是不是把蛇皮给卖了？那蛇蛋呢？你不会一起卖了吧？我只是把蛇皮卖了，换了点现钱。蛇蛋我可没卖啊，那么稀罕的大蛇蛋，我岂能轻易出手？得找一个识相的，卖个好价钱。爹，都啥时候了还想着钱？二婆婆不是说了吗？蛇灵的怨气没有消，今天晚上还会来的。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！小女孩啊，就是胆子小。哼，我呀，早就想好了，在镇上买了驱蛇粉，这比那个雄黄好10倍。别说是一条蛇，就是一群蛇来了，也得绕道走。爹，现在不是这驱蛇粉管不管用的事儿，是我们做错了，不仅杀了蛇公蛇母，还偷了蛇蛋。要是不把蛇蛋还回去，蛇灵是不会罢休的。哼，我做蛇这么多年，我还怕一条长虫？哼，到时候等蛇蛋卖了，我再捉一条稀罕蛇，等挣了钱了，我带你去镇上生活，咱们住砖瓦房。哎呀，爹！爹，那大蛇今晚会来吗？别着急，我来对付。老张头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是二婆婆的声音，她肯定是放心不下咱们，来看咱们了。哎，你别过去，这声音不对呀。有啥不对的呀？这不就是二婆婆的声音吗？二婆婆白天把话说的那么绝，说我们自求多福，她恨不得离咱们院子8丈远，怎么可能半夜3更来敲门？这山里面有一句老话，说这蛇到了一定的岁数，它就会学人说话，学人敲门，目的啊，就是让人去开门的。啥？还有这种事儿呢？这也太邪门了！我去看看就知道。啊！就是那条巨蛇！啊！就是那条巨蛇，它就在外面。那咋办呀？哼！有我这宝贝在，我来对付它。哼！畜生，让你尝尝这个！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有用。爹，行了。这畜生啊，害怕这驱蛇粉，今天啊，他不会来了，睡觉去。爹，这蛇今晚走了，以后还会不会来啊？这老人说啊，事不过3，这畜生啊是第2次来了，他肯定还会有第3次。不过躲过了第3次，他就不会再来骚扰了。明天一早啊，我就去镇上，听说镇上饭店高价收这个，能抵你好几年的学费呢。可是，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大丫，二婆婆，你可算来了。看你们这样子，昨晚
那东西又来了。二婆婆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那条巨蛇在外面学着你的声音敲门呢，差点就把我们骗开门了。他已经会模仿人声了。那你们是怎么应对的？我爹他早就想到了，就从房子里面拿了一袋驱蛇粉，就往这儿一撒，他就走了。哎呦，造孽哟！你真是把事情给做绝了！哎呀，婶子，我这是自卫，难道我开门放他进来？哎呀，蛇灵要是想伤人，你们是根本躲不过去的。他第一次是来试探，这第二次学着人敲门，说到底啊，就是想要你们给他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你们杀他伴侣，偷他子嗣，断他血脉。他2次上门都没有硬闯，就是留有最后的一丝善念，想要你们给他一个交代呀。我跟一个畜生有什么交代的？我撒驱蛇粉保命，我有什么错呀？你这头倔驴！蛇灵是最记仇，也是最讲情义的。你昨天晚上用驱蛇粉伤了他，真是把最后一点余地都不留啊！大祸临头，造孽啊，造孽！爹，要不咱们还是把这蛋还回去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现在还回去也晚了，现在激怒了巨蛇，即便把这个蛇蛋还回去，也未必饶过我们啊！什么呀？是那条巨蛇！没想到他这次竟然大白天就来了。他这是要不死不休啊！丫头，别急啊，爹吃的盐啊，比你吃的米都多。爹，我让你尝尝这个。爹，咋样了？那蛇走了吗？认他多年道行，在我这药粉面前都得认栽。哼，认他多年道行，在我这药粉面前都得认栽。我这可是用雄黄混合了7种剧毒草药炼制的，霸道的很。别说是一条蛇，就……爹，我的手好痛！大娘，爹，我的手又痒又痛，好像有针扎我。坏了！你对蛇毒瘴气过敏，加上刚才又碰上了驱蛇粉，毒气攻心，再不去找村医的话，命都要没了呀！爹，我呼吸不上来。别急，爹这就带你去找村医。爹，我又痛又痒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没事了，有爹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天杀的畜生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蛇公蛇母是老子杀的，蛇蛋是我拿的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蛇公蛇母是老子杀的，蛇蛋是我拿的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只要你让我带我女儿去找老村医的话，我老张头任由你们处置。爹。哎呀，醒了！二婆婆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！我的手好了。二婆婆，我爹呢？二婆婆，我爹到底去哪儿了？二婆婆，我爹到底去哪儿了？
他昨天晚上不是送我看大夫来着吗？村医要我去接的你啊，我没看见他呢。不可能，我爹不会丢下我的。二婆婆，你是不是知道啥？村医说，你爹临走的时候念叨，他要去赎罪。赎罪？昨天晚上到底发生啥了？我爹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造孽呀！造孽！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爹就不会开门，他就不会出事。丫头，爹脾气是犟，但他对你可是真不赖呀。你娘去世的早，你爹他又当爹又当妈的，眼瞅着你上大学了，他就整宿的睡不着，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去上山抓蛇。二婆婆，我爹他是不是已经……你别问，这山里的事情啊，说不准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我爹。不行，这天黑路滑，这山里蛇群又多，太危险了啊！我爹为了我，连性命都可以不要，我怎么可以在这当懦夫？等等，你这怀里藏的是啥？怎么有股蛇腥味儿？拿出来看看。这个是路过的仙姑给的，说这是开过光的剪刀，关键时候能保命。哎呀，这哪里是辟邪呀？这东西在幼蛇水里泡过，谁带它在身上，方圆几里的蛇都会被引过来。这哪里是要帮你，分明就是把你往蛇嘴里送啊！是仙姑与我无冤无仇，为啥要这样害我呀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要去找我爹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！爹不见了，仙姑是假的，连剪刀都是催命符。傻姑，你看见我爹了吗？我看见了，张叔，从这头往那头，他去了，他说是去赎罪，赎罪也是这么说的，他到底要怎么赎罪啊？赎罪，爹，你在哪儿啊，爹？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要找到你。仙姑，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吗？你爹怎么了？你仔细说说。昨天晚上巨蛇在门外，我爹为了救我，就打开了门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仙姑，现在就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救你爹？你们父女俩很快可以内投团聚了。哼！这个是路过的仙姑给的，说这是开过光的剪刀，关键时候能保命。哎呀，这哪里是辟邪呀？这东西在幼蛇水里泡过，谁带它在身上，方圆几里的蛇都会被引过来。这哪里是要帮你，分明就是把你往蛇嘴里送啊！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回肯定可以抓到他。仙姑把我打晕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呀？我怎么在这儿？
怎么才1天没洗澡，就有股怪味儿？折腾了这么久，连蛇王的影子都没看到，你这装神弄鬼的本事到底行不行啊？你急什么急啊？他那个死爹一般的骗术骗不了。不过今天，有一个好饵料。什么？就是他。什么饵料？他想拿我干什么？我在这个丫头的身上撒了幼蛇粉。蛇王闻到它的味道，方圆10里都会过来。我把他绑在这里，我就不怕他这次不来。还得是你这老娘们心狠啊！先是用幼蛇锏引幼蛇去搞老张头，现在又把他闺女绑过来钓蛇王。我们这次肯定能把蛇王抓到手。你放心吧，今天有我在，出不了差错。还是你厉害。哎，还在给我装死是不是？荒山野岭的，没有观众看你演戏。死丫头，我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爹到底把蛇蛋藏哪里了啊？你老老实实跟我说。你要是不说，你是想等着蛇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呢，还是等你的死爹来救你？什么蛇蛋？俺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哼，不知道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里。这荒山野岭的啊，经常路过的蛇啊，都会闻着你的味道过来。你看是不是把你吃到连骨头都不剩啊？还是等你老爹来救你？你一开始就在算计俺们。算计，这话有点太难听了。都怪你那死爹，太贪心了。我只不过是在镇上放了一句话，说蛇灵能够解百毒，价格连城。你爹一听，既能给你治怪病，又可以发笔横财，你想他呀，肯定会冒死屁颠屁颠的往深山老林里面钻。难怪我爹又开始捕蛇了，这都是因为我。难怪我爹又开始捕蛇了，这都是因为我。他一直以为他是在抓蛇，其实你爹啊，是在替我摸清蛇的领地，了解蛇的习性。哎呀，只怪你爹呀，太贪心了，以为可以拿到高价，又不愿意把蛇蛋交出来。哼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有了你跟你爹呀，我就不信那个蛇王引不出来。你真恶毒！你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！为了蛇王，害得我爹下落不明。你残害了这么多生灵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哎呀，这话你也相信呀？我捕了10几年的蛇，蛇都可以铺成一条河，也没看到遭报应啊。说到底呀，还是你们太贪心，一个贪财，一个贪生，这才给了我机会呀。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那个蠢货，我随便编个谎言，我说高价收蛇，他就会高兴的屁颠屁颠往深山老林里面钻。既然这么有骨气，那我就往你身上撒点药，只要你沾上它呀，10里8方的蛇呀都会过来找你，他们先会咬到你的脚踝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伤口啊变黑流脓。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只要等我抓到蛇王，把蛇胆卖给高官大人，把皮做成鞭子，那个时候我就发财了。你们父女俩呀，真是我的垫脚石，垫脚石，知道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要你撑到蛇王的到来，因为这场大戏啊，是你和你爹用生命换来的。
你以为你招摇撞骗就可以瞒过所有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爹真的死了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人，连畜生都不如！你个小贱货，你找死啊！住手！爹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哼，没想到吧？我在山里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我早就熟悉每一条山路。呸！哼！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丫头，爹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毒妇啊，差点害得咱们家破人亡。来，爹啊，是去赎罪去了。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丫头，爹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毒妇啊，差点害得咱们家破人亡。来，爹啊，是去赎罪去了。爹之前啊，太糊涂，为了一己私利残害生灵。现在想起来啊，我悔不当初啊。这个毒妇在镇上散播谣言，说什么蛇王能治百病，全都是别人设计好的圈套。爹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干啥了？爹，回去再跟你说吧。走。那他……这个毒妇啊，哼，我已经告诉了其他人，这仙姑日日坑蒙拐骗，骗了不少人，会有人抓她的。走走。呸！哎，爹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呀？那天晚上，我对着巨蛇喊过之后，我就准备跟他们拼命。很奇怪的是，蛇群突然安静了下来。那条最大的巨蛇，它就盯着我看了很久，随后竟带着蛇群退走了。我这辈子捕蛇无数，从来没想过会被蛇扰鬼命。我跪在地上，想着自己为了挣钱，害过多少条性命，他们竟然真的饶了我。爹，蛇怎么会饶过我们呢？这太不寻常了。哎，万物有灵啊！那巨蛇见你昏迷不醒，竟然也起了怜悯之心。说来惭愧，我作为父亲，还不及一条蛇懂得爱惜生命，我枉为人父啊！哎，万物有灵啊！那巨蛇见你昏迷不醒，竟然也起了怜悯之心。说来惭愧，我作为父亲，还不及一条蛇懂得爱惜生命，我枉为人父啊！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把你带到了村医那里，我托他把二婆婆请来照顾你。我连夜就去了镇上，把之前卖过的蛇皮都要了回来，然后把收购的几条活蛇放回了山林。难怪我醒来都没见到你。我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捕蛇了，我要用余生来赎罪，要好好爱护这些生灵。爹，您说咱们山里真的有条巨蛇吗？爹，你说咱们村里真的有巨蛇吗？丫头，你怎么也信那些神神叨叨的？你仔细想想，那天晚上你是真的看到了、摸到了那条巨蛇？那倒没有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只顾着躲了，确实只是远远瞥见一个影子。咱们村啊，依山傍水，后面啊那么一座大山，林子深不见底，有几条大蟒蛇也不稀奇，就是比平常的大一点，加上夜里看不真切，所以啊就传得神乎其神的。原来如此。不过丫头啊，你记住爹一句话，万物有灵。不管是不是蛇王，这山里面的每一个生灵啊，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我知道了，爹。往后啊，咱们不捕蛇了。这些天我在山里，我倒是因祸得福，认得了不少草药。草药？三七、黄芪、金银花。爹想好了，以后啊，咱们就靠采草药为生，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但心里踏实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年轻，腿脚利索，我一定能帮你采到最好的草药。以后呀，咱们就靠山吃山，更要敬山爱山。爹，咱们今年的金银花色泽饱满，晒得火候正好。是啊，品相这么好啊，
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哎，爹，说起来，那个仙姑后来怎么样了？她呀，听说她现在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会被蛇追着咬呢，惨得很。报应啊！这都是报应！我怎么又被蛇咬了？我这么多年抓蛇赚的钱还不够付药钱，我真的后悔死了，我后悔了。这是为啥呀？我猜呀，就是他捕过太多的蛇，他身上沾有各种蛇的气味，所以就被蛇当作敌人攻击了。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。这是为啥呀？我猜呀，就是他捕过太多的蛇，他身上沾有各种蛇的气味，所以就被蛇当作敌人攻击了。这也算是他的报应吧。哎呀，还好啊，要不是3年前那件事让我及时的醒悟，恐怕我也跟他一个下场。爹，你说咱们这儿以后还会有人捕蛇吗？这个世上啊，总会有人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但只要有人还能记住我们的故事，记住万物有灵的道理，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爹，咱们现在这满院的药香，可比以前满屋的蛇腥味儿好闻多了。是啊，这人呐，不能总想着向自然索取，要学会与自然共存。草木有根，蛇虫有性，敬畏自然才是长久之道啊。